据说每到午夜12点，一个叫做地狱通信的网站会开放，只需要输入你仇人的名字，地狱少女便会显现，她会把你的仇人带到地狱，令其永远无法超生。你会登录这个网站吗？这一天，阿珍正在被几个同学欺负，越是大声呼救，对方越兴奋。看那个女生领头一把抓住她的头发，狠狠地把她推向凸起的墙角，阿珍立刻被撞得头破血流。领头的女孩沉浸在施暴的快感中，她开怀大笑，但很快笑不出来了。她在走廊里碰到一个怪异的大叔，大叔突然开始跳舞，女孩被吓得急忙逃跑，逃了几步，又遇到一个半张脸的女人，又看到一个转身露出长脸的女人，一个满脸是眼药水的男人，正拿着长刀，死死地盯着她。女孩无路可退，慌乱中她冲进一个教室。这时，地狱少女严默爱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。原来是阿珍召唤了地狱少女，原来她想让严默爱帮她报仇。严默爱立刻换上6神装备走向女孩，她轻声对女孩说，女孩就这样被带到了地狱，从此人间消失。阿珍目睹了这一切。转眼几十年过去，当年的阿珍已经成了老太太，病重的她把过去的事告诉了做记者的儿子。儿子去买蜜雪冰城的时候，阿珍突然心脏病发作。这时她再次见到严默爱，只见严默爱死死地盯着她。原来那些曾被地狱少女帮过的人，死后也会坠入地狱，从此遭受无尽的痛苦和折磨。之后记者报道了这件事，小美和同学们看着这则奇怪的新闻，都不信有这样荒唐的网站。晚上，小美和闺蜜花花去看演唱会，小魔鬼乐团的女主唱冰苗惠正在台上激情演唱，台下粉丝们疯狂地呐喊。这时，一个男人悄悄地从包里拿出了一把尖刀，他突然冲上舞台，疯狂地向小苗的脸部挥刀。当众人反应过来时，小苗已经倒在血泊中。男人很快被人制服，但他露出了满足的笑容，这真是宁愿毁掉也不愿放手啊！可怜的小苗脸部严重受伤，他的美好前途也因此终结。他变得孤僻，整天独自在家，反复观看事发那天的新闻。这时，一个小弹窗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是地狱通信的网站。为了复仇，小苗在午夜12点准时登录了网站。他输入了那个男人的名字，然后按下了回车键。当小苗醒来，他看到一位貌美如花的少女，正是地狱少女严默爱。今天的主角是严默爱。他慢慢走向小苗，拿出了一个稻草人。小苗突然惊醒，看着手中的稻草人，他意识到这一切不是梦，但这样的代价真的值得吗？在犹豫不决时，那个男人的代理律师来访，他带来了一封忏悔信。看到信的内容后，小苗彻底崩溃。小苗疯狂地嘶吼，他决定让这个人下18层地狱。他拿出稻草人，毫不犹豫地扯下红绳，稻草人随即在空中消散。同时，那个男人在牢房中被唤醒。当他睁开眼，看到一只可爱的阿飘出现在眼前，紧接着是爱跳舞的怪异大叔。他们把那个男人带到了地狱。一个手持长刀的人已准备好。这时严默爱慢慢走来，他开始对罪恶进行惩罚。说罢，手起刀落，男人跌入了无尽的深渊。监狱中的男人凭空消失，所有人都认为他越狱了。男人的母亲深感内疚，他找到小苗请求原谅，但小苗面无表情。他知道这位女士并非真心道歉，而是想打听自己儿子的下落。小苗毫不隐瞒地告诉了他真相。这一操作真是让人震惊。果然，就在小苗准备复出排练时，灯光突然熄灭了。严默爱慢慢走了过来，无论小苗如何哀求都无济于事，一切都太晚了。只见漫天的花瓣纷飞，无数双手将小苗拖入地狱。这是那位当红歌手毁容后的复出首秀。原本以为他的星途能重新开始，谁知这成了他的绝唱。他愣在原地一动不动，随后像疯了一样冲出演播室，然后消失在走廊的尽头，就这样从人间蒸发了。小苗的消失让魔鬼乐队少了1员，阿鬼只好重新海选搭档。小美和花花来到了海选现场，两人相互鼓励参加比赛。没想到一上台，花花的独特嗓音即吸引了阿鬼的注意。阿鬼频频点头，毫无疑问，花花成了阿鬼的新搭档。比赛结束后，小美兴奋地想为花花庆祝，但这时花花变得异常冷漠。原来阿鬼为了确保演唱会质量，竟让花花与小美断绝联系。花花冷酷地与阿鬼离开。尽管如此，小美还是很担心花花。晚上，小美不放心地来到花花家，听到门内传来的打斗声，小美急忙敲门。只见浑身是血的花花母亲缓缓开门。这时花花也冲了出来，她怒斥小美会玷污她的纯洁，还给了小美几个耳光。原本亲密的闺蜜现在变得非常愤怒，她甚至开始和母亲大打出手。小美觉得这背后肯定有什么隐情。在一位记者大叔的帮助下，小美了解到了魔鬼乐团的内幕。原来阿鬼定期会给他的追随者发放一种特殊的糖果，这种糖果通过药物麻醉和持续的洗脑，使得他人变得言听计从。不仅如此，还使得他们完全顺从。阿鬼还打算举办一场邪恶的仪式，海选搭档不过是个幌子，他真正的目的是挑选合适的祭品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见到他崇拜的神，传说中的地狱少女。为了保护花花，小美将她绑上了车，然后播放了她收集到的录音给花花听。但是洗脑后的花花并不为所动，她坦白自己早就知道阿鬼的真实目的，并且心甘情愿地成为祭品。
说完就转身离开了。很快就到了演唱会的当天，一切都在顺利进行。阿鬼一个手势，他的手下立刻拉动了机关，一面巨大的墙突然倒塌，瞬间将花花压得粉碎。众人惊恐尖叫，阿鬼大声呼唤，最终眼前的世界变成了红色。研磨爱缓缓出现在这片红色之中。阿鬼见状赶忙下跪表达崇拜，流露出他的舔狗本质。他不知道舔狗最终都没好下场吗？阿鬼被吓得开始疯狂尖叫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原来小美为了保护花花，早已与研磨爱签订了一份契约。刚才的一切都是阿鬼的幻觉。此时真正的机关被拉下，小美急忙冲上前将花花推开。阿鬼被重重的墙体压倒，却没有流出一滴血，他就这样凭空消失了。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只有小美知道他已经被送往地狱。这件事情过后，花花恢复了正常，两个闺蜜终于和好如初。她们坐在草坪上望着远方，各自沉思。就在这时候，几只手突然把小美拖入了地狱。花花带着诡异的微笑看着这一幕。天空中乌鸦群忽然飞过。研磨爱是专门惩罚罪恶之人的地狱少女，每到午夜12点，一个叫做地狱通信的网站就会开放，只要是真心怀有怨恨的人，输入他们想报复的人的名字，研磨爱就会出现。他会把那些仇人带到地狱，让他们永远无法超生。那一天，品学兼优的小美通过不懈努力，终于获得了保送进名牌大学的机会。母亲知道后非常欣慰，她拿出和父亲结婚时的定情信物，那是一块名贵的手表，希望这块手表能记录小美所有的幸福时刻。但小美真的幸福吗？第二天，小美一到学校就被阿珍等人围住了，他们无所顾忌地欺负小美，小美只能默默承受这些屈辱，因为阿珍抓住了她的把柄，那就是小美在校外打工，这是学校严格禁止的。阿珍还以此威胁小美，让她交出赚来的钱，否则就要告诉学校。看着小美可怜的样子，一个胆大的女孩更加挑衅地说，不甘心就找地狱少女试试看。说完他们就扬长而去，留下满脸怨恨的小美。那个夜晚，小美带着试试看的心态打开了电脑，她没想到怀着怨恨的她真的找到了地狱通信网站。她毫不犹豫地输入了阿珍的名字，但在点击确定的那一刻，她犹豫了，这样做真的值得吗？善良的小美最终决定放弃复仇，但她还不知道，她的强烈怨恨已经引来了研磨爱。第二天，小美再次被阿珍等人威胁，没拿到钱的他们，这次他们竟然让小美去偷东西。没有其他选择的小美只好同意了，但小美根本不懂怎么偷东西，结果不出所料，她很快就被抓住了。小美吓得赶忙逃跑，没偷成东西的她又遭到了毒打。面对阿珍等人持续的霸凌，小美终于忍无可忍，她再次访问了地狱通信网站，输入了阿珍的名字，并且点击了确定按钮。她刚在地狱通信网站上输入了仇人的名字，她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，她打开一看，正是来自地狱少女研磨爱的消息。第二天，学校收到了有人在商场偷东西的举报，小美听后立刻失神，她不想因此失去保送大学的机会，这正中了阿珍的计谋。掌握了小美所有把柄的阿珍变得更加无所顾忌，她甚至威胁小美去偷家里的钱。小美越陷越深，拿到钱之后，看着眼前的全家福，还有一直以自己为荣的母亲，小美深陷自责之中。最终她决定把钱还给妈妈。这一幕被潜伏在暗处的研磨爱看在眼里，事情并未出乎意料，小美再次遭到了霸凌。她请求阿珍等人放过自己，但阿珍只觉得越玩越有意思，她把小美带到了红灯区，强迫小美做出出卖自己的事，并把她推向一个猥琐男人身边。小美吓得无法说话，猥琐男看到这一幕很是高兴，他急忙带小美去探索人生。幸好一个神秘男子及时出现，撞到了猥琐男，小美这才抓住机会赶紧逃跑，但在慌乱中她没注意脚下，不小心摔倒在马路中央。正巧一辆货车迅速驶来，看着就要发生不幸的时候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地狱少女研磨爱突然出现。研磨爱把小美带到了另一个空间，她递给小美一个稻草人，小美的脚下突然升起了一团烈火，仿佛得到了一张地狱体验卡。当她再次睁开眼睛，一切又恢复到了她摔倒之前的场景。看着手里的稻草人，小美明白这不是梦。很快，小美在商场偷窃的事，以及她和陌生男人搭讪的事情被传到了校长那里。校长立刻取消了小美的名牌大学保送资格。有了确凿的证据，小美无法辩解，失落的她躲在天台上哭泣。就在这时，阿珍和她的同伴走了过来。从他们的对话中，小美终于明白，原来这一切都是阿珍精心策划的。她一步步逼迫小美做出不堪的事，目的是为了让学校取消小美的保送资格，这样自己就能替代她。看着小美的阿珍不再掩饰，她大声嘲讽小美，说小美只是个穷光蛋，根本不配被学校保送。说完，她还踩碎了小美的手表。看着母亲送的珍贵手表被这样践踏，小美终于忍不住了，她愤怒地拿出稻草人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拉下了红绳。这个女孩拿出稻草人，她要召唤地狱少女研磨爱。尽管知道这样做死后会落入地狱，但为了报仇，小美坚定地拉下了红绳。研磨爱很快感受到了小美的怨恨，只见她慢慢穿上6神装备，她要让罪恶的阿珍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另一边，
阿珍还在幸灾乐祸地庆祝小美的不幸，但她身后的跟班突然开始诅咒她。阿珍刚想斥责他们，突然发现周围的氛围急剧变化，整个走廊被黑暗所笼罩。就在阿珍一脸困惑时，一个诡异的头颅飞了过来，接着跟班的头也纷纷落地。阿珍吓得连忙逃跑，她跑到天台，看着血红色的天空，以为自己是在梦中，但身后的道书打破了她的幻想。紧接着出现了一幕莲和蛊女，他们都是阎魔爱的部下，他们把阿珍按在天台的边缘，想让她体验小美被霸凌时的痛苦。但无论如何，阿珍都不表现出任何悔意，甚至开始与他们争执。看着无药可救的阿珍，阎魔爱不再留手。当阿珍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她发现自己已经在冥界之河，阎魔爱要把她送入地狱，让她永远彷徨。故事的结尾，小美修好了她心爱的手表，同时她发现自己身上多了一个咒印，可能是因为知道自己死后会下地狱，所以小美更珍惜现在的生活。她决定再读1年，为了能考进理想的大学，为了不留下遗憾。你认为小美的选择正确吗？你有没有听说过地狱通信这个网站？只要输入你怨恨的人名，地狱少女就会出现，她会把你的仇敌带到地狱，并且让他们永远不能超生。如果真有这样的网站，你会不会输入某人的名字？故事的开始，患有自闭症的小帅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他的父亲每天都会在门外劝导他，但不管父亲说什么，小帅始终不为所动。他甚至会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，用来干扰在门外的父亲。他还不知道，这将成为他最后悔的事情，因为从那以后，他再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了。小帅从姐姐大美那里得知，父亲突然在公司上吊自杀。很快，公司的经理段坤来到家中，大美质问段坤为什么他的父亲会自杀。向来热爱生活、热爱家庭的父亲，怎么会做出这样极端的举动？是否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？因为近半年来，父亲一直加班到深夜。大美要求段坤给出一个解释，但段坤听后，却平静地拿出一张考勤记录，记录上清楚地显示了父亲的下班时间，没有任何加班的记录。看着大美困惑的表情，段坤继续向她解释，实际上大美父亲的真正死因，是因为不想再看到患有自闭症的小帅。躲在房间里的小帅听到了这一切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感觉事情不对劲，他开始寻找线索，在父亲的钱包里找到了一张名片。他根据名片上的信息来到了一家图书馆，从图书馆工作人员那里得知，原来父亲每天下班后都会来这里继续工作，一直工作到深夜。繁重的工作让他喘不过气来。图书馆工作人员还给小帅一份资料，那是父亲每天加班制作的企划书。知道父亲这么辛苦的小帅，觉得事情更加可疑。回到家后，他打开了父亲的日记，看着日记的内容，小帅最终明白了父亲自杀的真正原因。原来新任经理段坤为了提高效率，要求所有员工必须使用电脑办公，但年纪大的父亲不擅长电脑操作，因此段坤开始对他百般刁难，不仅增加了他的工作量，还在其他同事面前嘲笑和侮辱他，目的是逼他自动辞职，这样就无需支付解雇赔偿金。父亲最终无法忍受羞辱，选择了自杀。知道真相后，小帅非常愤怒，他打开了地狱通信网站，输入了段坤的名字。这个孩子打开地狱通信网站，毫不犹豫地输入了仇敌的名字。接着他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是地狱少女阎魔爱发送的。阎魔爱递给小帅一个稻草人，并详细介绍了使用方法，只需拉下稻草人身上的红绳，阎魔爱便会带走被诅咒的人进入地狱，让他遭受永恒的痛苦。但这种诅咒也是一把双刃剑，诅咒他人后自己也会坠入地狱。看着眼前的稻草人，小帅沉思了一会儿，当他重新抬起头来，阎魔爱已经不见了。为了复仇选择下地狱，这是他去世的父亲希望看到的吗？另一方面，大美偶然发现了小帅带回的企划书，他气愤地找到段坤对峙。见状，段坤不再掩饰，他指责大美的父亲是个无能之辈，不会用电脑的人，根本不配做他的员工。段坤以用同样的方法逼走了许多人，而且每个人都未获得任何补偿。他理直气壮地说，这是弱者应得的结局。说完，段坤转身离去，而大美还不知道，心狠手辣的段坤不会就此罢休。不久，大美在回家途中被2名流氓跟踪，流氓前后夹击将她截停。惊慌中，大美不慎跌倒，唯一的证据也被流氓抢走，这样段坤终于可以安心了。小帅得知姐姐出事后，立即赶往医院，看着昏迷的姐姐和丢失的企划书，小帅明白这一切都是段坤的所为。是什么让一个男孩如此愤怒，甚至不惜一同下地狱来复仇？段坤刚下班，就被寻仇的小帅拦住了去路。面对瘦弱的小帅，段坤露出轻蔑的笑容，他嘲笑小帅的父亲是个废物，自闭症的小帅更是废中之废。面对段坤的侮辱，小帅上前争辩，但瘦弱的他被段坤一推就倒在地上。段坤继续无情地羞辱小帅，甚至说他这样的人应该自杀，这样可以和父亲团聚，而他的姐姐大梅可以由自己来保护。听到这些话，小帅终于忍无可忍，他宁愿下地狱也要为父亲讨回公道。他毫不犹豫地拿出稻草人。阎魔爱迅速接收到小帅的怨念，他立刻换上6件神装，他要让罪恶的段坤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段坤恍惚中来到了公司，周围灯光闪烁，他好奇地走进去。正当他想深入探查时，
却看到眼前的人是已故的小帅父亲。帅爸慢慢转过头来，头部竟转到了肚。段坤被吓得连连后退。帅爸的灵魂又在柜子里出现，他狠狠地掐住段坤的脖子，段坤吓得拔腿就跑。接着又遇到帅爸上吊的幻象，在混乱中他自己也被吊了起来。这时候道叔和谷女出现在他面前，一木莲也慢慢走了出来。三人开始询问段坤，他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。临死前的段坤仍旧不知悔改。看到段坤如此嚣张，阎魔爱决定不再手软。当段坤再次睁开眼睛，他已被阎魔爱带到冥界之河，他依然嚣张地说话。故事的结局，小帅终于不再自闭，尽管他与阎魔爱签了契约，但为了在天堂的父亲能看到更好的自己，他决定好好过每一天。这个男人被绑在手术台上，等待他的是一场残酷的折磨。只见一个女人举起电钻，她准备将电钻插入男人体内，让他体验生不如死的痛苦。但这个男人到底做了什么，才会受到这样残酷的惩罚？时间回到几天前，一个可怜的女人独自来到医院，要求堕胎。医生提醒她这已是第3次，并且胎儿有5个月大，如果坚持堕胎，可能会导致以后无法生育。阿珍听后陷入沉思，她是否真的要放弃做母亲的权利？回到公司，经理开始表扬阿珍近期的表现，但阿珍却毫无反应，因为她面前的帅气多金的男子正是她的男友阿强。两人之间的关系表面波澜不惊。阿强已婚的事实是阿珍想要堕胎的原因，因此阿珍想要堕胎。下班以后，阿珍像往常一样为阿强准备晚餐。门铃响起，她非常开心，热恋中的他们紧紧拥抱，然后急不可耐的亲吻。很快10秒钟就过去了。阿强精疲力尽地抱着阿珍，他再次向阿珍表达自己的爱意，告诉她她是自己的真命天女，并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碰过自己的妻子了。这时候妻子恰好打来电话，阿强镇定地接起电话，然后熟练地谎称自己还在加班，这样又一次欺骗了自己的妻子。看到阿强对自己这么真诚，阿珍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他自己怀孕了。但阿强听后立刻脸色一变，他没有等阿珍说完就打断了他，以正在和妻子协商离婚为由，要求阿珍打掉这个孩子。如果现在两人的关系曝光，他的名声会完全毁掉。阿强再三强调，这绝对是最后一次，看着自己深爱的人不能和自己在一起。阿珍竟然将所有的错都归咎于阿强的妻子。他等到午夜点，打开了地狱通信网站，他想让阿强的妻子永远不再是障碍。但当他刚输入完对方名字时，屏幕上突然出现了阎魔爱的身影。这个女人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，被甜言蜜语迷惑，她决定去除障碍。于是在午夜12点，她打开了地狱通信网站，她想让她爱的人的妻子永远消失。可是当她刚输入完名字时，阎魔爱突然出现在了屏幕上。阿珍被吓得赶紧回头，但这时房间里却没有其他人。被吓得阿珍冷静下来，最终她放弃了诅咒他人。第二天，阿珍去了医院，她按照阿强的话做了人流。手术过程中，阿珍非常痛苦，但深陷爱河的她仍然坚信，手术后阿强一定会履行承诺，两人最终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。为了不让同事怀疑，阿珍还没完全康复就提前回到了公司。看到阿珍打掉了孩子，阿强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下班之后，阿强继续用甜言蜜语欺骗阿珍，几句简单的话又一次打动了阿珍，之前的不快一扫而空。很快到了他们约定的那一天，阿珍为阿强做了拿手好菜，发现西红柿炒番茄少了番茄酱，阿珍急忙去超市买。但就在这时，她看到的一幕让她呆若木鸡。她看见阿强和家人幸福的在一起，并且阿强的妻子还怀着孕。这时阿珍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自己才是那个受害者。阿珍回到家后悲痛欲绝，为了阿强她付出了一切，甚至失去了成为母亲的机会。愈发愤怒的阿珍打电话给阿强要个说法，接电话的却是阿强的妻子。更让阿珍想不到的是，阿强的妻子早已知道了他们的关系，她斥责阿珍的行为，并强调她和丈夫的感情很好。她说他们不可能离婚。听到这些，阿珍终于明白了，原来她和另一个女人都只是阿强的玩具。阿珍再次打开地狱通信网站，毫不犹豫地输入了阿强的名字，点击了发送按钮。事后感到生无可恋的阿珍去了浴室，回想起过去，阿珍感到人生的艰难，她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幸好阎魔爱及时出现，而拯救了阿珍的生命。看着眼前的地狱少女，阿珍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只见阎魔爱缓缓抬起手掌，他身后的轮胎道变成了稻草人。阎魔爱把稻草人交给了阿珍，并详细说明了使用方法。一旦解开红绳，被怨恨的人将被送往地狱，但发起诅咒的人也将付出同样的代价，那就是死后也要下地狱。当阿珍再次睁开眼时，她已回到家中。她看着眼前的稻草人，阿珍沉浸在深思中，她无法下定决心，开始不停地撕扯花瓣。她不确定阿强是否还爱她。就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，阿强突然打来了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敷衍的安慰，还有那些曾欺骗过妻子的熟悉话术。阿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答案，她冷漠地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拿起旁边的稻草人，她已经准备好了与爱人在地狱相见。阎魔爱很快就感受到了阿珍的怨恨，他决定让阿强体会海王的下场。与此同时，刚挂断电话的阿强突然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才发现是自己的同事。看到同事深夜送来便当，阿强意识到这是另一个倾慕自己的人，
他开始不怀好意地打量起女同事，女同事看似毫不在意，甚至还贴心地给阿强按摩。阿强正洋洋得意时，女同事突然掐住了他的脖子，呼吸困难的阿强想要回头看清楚，但他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差点跳起来。只见身后的同事已经变成了蛊女，阿强因此昏过去了。当他再次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被绑在手术台上，蛊女们要让他体验堕胎的10倍痛苦。只见那女人拿起电钻，她打算用电钻来替代手术刀，将其插入阿强的体内。阿强痛苦万分，生不如死，剧痛让他逐渐失去了意识。就在这时，严摩爱缓缓走了出来，看到这个无害的小萝莉模样，阿强以为找到了救命稻草，他苦苦哀求严摩爱放过自己，但严摩爱对这种软弱的男人不屑一顾，他直接使用了他的终极技能。在被送往地狱的路上，阿强依然感受着腹部的剧痛，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疼痛将永远伴随着他。故事的最后，可怜的阿珍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了，因为那被打掉的孩子可以转世投胎，而签订契约的阿珍死后必须永留地狱，这也许也是对他的一种惩罚吧。他明知道阿强已有家室，还是选择和他在一起。这个女孩遇到了地狱少女严摩爱，他们相视而立，仿佛在建立某种联系。但当火车开走时，女孩突然发现严摩爱消失了。从那之后，女孩常做噩梦，幸好父亲一直在她身边。她的父亲阿田是个自由撰稿人，他玩世不恭，找不到大新闻，只能通过偷拍明星的隐私来维生。那一天，当红女星萱萱怒气冲冲地找到阿田，因为阿田拍到了她和一位神秘男士的私密约会，阿田以此要挟她，要求支付封口费，否则就要曝光这件事。萱萱无奈只好答应，但她怎会甘心就此罢休？她拿起一杯蜜雪冰城冷饮泼向阿田。见状，店长劝阿田，希望他早日找份正经工作，但阿田不以为意，他认为自己现在的工作很适合自己。回到杂志社后，主编突然召见阿田，命令他调查一起车祸事件。几天前，一位政界议员的车撞死了一名女大学生，肇事司机立刻逃离现场。虽然第二天议员的秘书快速自首，但有传言称事故发生当晚女星萱萱也在车内，所以主编认为真正的肇事者可能是议员本人。他要阿田调查此事，而且即使议员无辜，主编还是想把责任推给他，因为那样新闻更有卖点。尽管这样的大新闻可以赚很多钱，但阿田有自己的原则，那就是绝不冤枉好人。他决定先从萱萱开始调查。经过之前的事，萱萱一眼认出了阿田，他本想逃跑，却被拦住了。面对询问，萱萱显得手足无措。心急之下，他推开阿田，然后驾车疯狂逃离。车子刚开出去，阿田就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他上前一看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刚刚还在说话的萱萱突然不见了，这个男人刚和一个女人说完话，下秒女人就消失了。阿田把这事告诉了店长，店长立刻想到了地狱通信网站。如果不是地狱少女的原因，正常人怎会突然消失？可能是萱萱平时太招摇，被嫉妒的人用地狱通信网站报复了她。阿田对此不以为然，他不信这些传闻。在另一边，一个男人刚被议员的保镖赶出来，严摩爱出现在他身边，给了他一个代表死亡的稻草人。原来昨晚，这个男人也用过地狱通信，输入了议员的名字。同时，阿田的女儿小红很痛苦，她感觉到了严摩爱的存在。想起店长之前的话，困惑的阿田更加迷茫了。难道真有这样的神奇网站？回家后，阿田开始搜索地狱通信网站，果然在午夜12点，网站神秘的出现了。阿田异常兴奋。第二天，那个男人又去找议员讨说法，依旧被拒门外。无奈之下，他做出了极端决定，他拿出了稻草人。就在他要解开红绳之时，幸好阿田及时赶到。阿田阻止了他。从对话中得知，这个男人是被撞死女孩的男友小帅，肇事者正是议员。他们约会后不久，女友就在他眼前被撞死。小帅看到车里只有议员和萱萱，两人迅速逃离了现场。小帅立即报警，但警察抓的是议员的秘书，案件就此搁浅。因为判定受害者轻伤，无奈的小帅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地狱少女上。他宁愿与对方同归于尽，也要为女友复仇。听闻此事，阿田决定帮助小帅，不仅是为了为死去的女孩讨回公道，也因为主编交给他的任务。但当他把调查结果告诉主编后，主编的回答却让他陷入深思。这位议员醉酒驾车撞死了那个女孩，事后竟还能逃避法律制裁。阿田把调查到的真相告诉了主编，但主编突然让他不要再介入这件事，并承诺会给予他应得的报酬。主编的态度非常坚决，显然他意识到一些大人物不可惹，所以不想自找麻烦。这使小帅彻底绝望，他知道唯一能惩罚议员的方法，就是依靠地狱少女。夜晚，不甘心的阿田独自跟踪议员，希望能收集更多证据。谁知电动车突然出故障，阿田很快就被议员甩掉。议员以为摆脱了跟踪，刚到家，却遇到了早已等候的小帅。小帅要求议员认罪，他要议员向死去的女友道歉。议员听后却把他推倒在地。议员嘲讽地对小帅说。听到这些，小帅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他掏出稻草人，毫不犹豫地解开了红绳。阿田急忙赶来，却没能阻止。议员就这样在原地被诅咒。报仇之后，失去希望和仇恨的小帅不知去向。
看着飞过的红绳，阿田对地狱少女更加好奇。这个女孩在树林中疯狂奔跑，因为有个变态男在追她。女孩慌乱中跌倒，手中的稻草人也掉在了一旁。她正想捡起稻草人并解开红绳，变态男已经来到她面前，女孩也被原地诅咒。她伸出的右手显示她的最后倔强。阎魔爱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，却无能为力，因为除了地狱通信的诅咒对象，她不能干涉其他人间的事。另一方面，被囚禁的女孩阿珍趁变态男不在时，想要登录地狱通信的网站，因为她的脚被铁链紧紧锁住，召唤地狱少女成了她唯一的救命希望。但网站在午夜前无法打开，外出的变态男已经回来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网站终于可以登录。阿珍急忙输入了变态男的名字，然后假装一副乖巧的样子。第二天，感觉到不对劲的小红把情况告诉了父亲，他梦见了那个被活埋的女孩，甚至清楚记得十字架上的字，但父亲听后却没有当回事，他认为那只是一个梦。父亲离开后，小红再次感应到了阎魔爱，在一座紫色的教堂旁，一栋灰色的房子里，囚禁着一位可怜的女人。阎魔爱把稻草人递给了她，然后通过镜子仿佛在与自己对视。小希被吓得目瞪口呆，他赶忙打电话给刚离开的父亲，向他描述了所有感应到的场景。但阿田听后仍然无动于衷。小红气愤地挂断了电话。为了救出那位被困的女人，并查明自己为何能感应到阎魔爱，小红决定亲自寻找那座灰色的房子。她来到了奶茶店，向店长询问了教堂的位置，然后匆匆前往。但小红还不知道，这将是一段极其危险的旅程。有个女孩在树林里被活埋，尸体很快被警方发现。阿田赶到现场准备做跟踪报道，恰好此时一名警员拿来了现场的十字架，十字架上醒目的写着几个字。看到这一幕，阿田突然想起了女儿的话，原来小红感应到的都是真的。他急忙给小红打电话，但此时生气的女儿拒绝接听。无奈之下，阿田只好四处寻找女儿。幸好从店长那里得知了女儿的去向。与此同时，小红已经来到了他要寻找的那座房子前。他缓缓打开房门，壮着胆子走了进去。屋内环境杂乱无章，甚至有一股恶臭迎面扑来，这让小红感到非常恶心。但他仍未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。就在他准备继续探索时，房间的主人已经出现在他背后，小红也成了变态男的目标。他这才见到了被囚禁的阿珍。小红叫醒了阿珍，希望他能一起逃走。但阿珍听后显得很害怕，他清楚被发现的后果，以前试图逃跑的女孩都被残忍杀害。想到这里，阿珍吓得发抖。这时身后突然传来异响，小红回头发现是货架上的稻草。正当他想拿下稻草人时，变态男突然闯入。原来阿珍为了不被伤害，变得非常顺从。他知道只要迎合变态男的癖好，就有可能等到救援的那一天。但小红不这么认为，他宁愿死也不屈服。看着想逃的小红，变态男愤怒不已，他用大布袋将小红打倒。阿珍趁变态男不注意，迅速捡起地上的稻草人，随后陷入犹豫，因为下地狱的代价太大。与此同时，阿田终于找到了这里。小红的求救声帮他确定了位置。小红在纠缠重伤了变态男的手，这让变态男更加愤怒。他拿起匕首，想要结束小红的生命。危急关头，阿田及时赶到，看到眼前的变态男，阿田感到非常惊讶，因为这个人就是白天遇到的警察。阿田与变态男扭打起来，但手无寸铁的他不是对手。摆脱阿田后，变态男再次盯上小红，他一跃而起，想要斩杀小红。好心的阿珍终于解开了红绳。阎魔爱的出现震惊了所有人。随着他转身离开，变态男被带到了另一个空间。蛊女和一木莲把他绑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更牢固，轮入道还用木桩定住了他的双手。变态男体验到了比死还痛苦的感觉，但他依然没有丝毫悔改之意。阎魔爱见此直接采取行动，直接送他赴了黄泉。去往地狱的路上，变态男仍旧嚣张。故事的结尾，被救的人们都安然无恙，只是阿珍死后也将下地狱。这样的结局让阿田感到困惑，毕竟他是为了救人才拉下红绳的，难道善良的人死后也要下地狱？阿田困惑地离开了这里。他还不知道，阎魔爱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他，或许未来某一天他也会听到那句话。这个女孩正在登录地狱通信网站，她输入了仇人的名字，然后点击了发送按钮，但接来的不是地狱少女的短信，而是诅咒对象的电话。原来小美的一切都被对方监控着。很快阿珍就找到了小美，她先是嘲笑小美太幼稚，居然信了这种荒谬的网站，然后质问小美为何这么憎恨她，宁愿一起下地狱也要对抗她。阿珍一边说一边捡起地上的碎玻璃，她要给不听话的孩子一点教训。小美吓得不敢出声，只能任由阿珍在她身上增加新的伤疤。教训完小美后，阿珍迅速换了一种态度，她把小美紧紧抱在怀里，好像非常害怕失去她，然后开始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。原来小美在10岁那年遇到了一个伪善的家教，他在辅导期间对小美有不轨行为。更恶劣的是，无论小美如何说服，父母都不信她的话。正巧这时他遇到了阿珍。阿珍听了小美的不幸遭遇后，决定帮助小美复仇。于是他开始引诱家教，趁家教不注意时将她推下了楼梯。事后小美对此感激不尽，
两人因此成为了最好的朋友，并且戴上了象征友谊的红色手环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两人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露。小美暗恋上了学校的网球王子小帅，尽管只是单相思，偶尔的相遇也让她感到极大的幸福。但这种幸福总是很短暂，因为每次都会被电话打断，即使电话那头没人说话，小美知道那肯定是阿珍打来的，因为阿珍的控制欲非常强，她不允许小美和其他人有过于亲密的交往。挂掉电话后的小美急匆匆地跑回家，身后严默爱的表情显得很为难。小美一回到家，就看到地上被剪坏的内衣，连男神送的毛巾也被剪坏了。她知道这肯定是阿珍干的。就在这时，研磨突然出现，研磨爱递给小美一个黑色的稻草人，并告诉她使用方法，一旦解开红绳，阿珍就会被送往地狱，但作为代价，小美死后也将坠入地狱。知道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后，小美陷入了深深的犹豫。当她再次抬头时，研磨爱已经不见了。第二天，小美一到学校就被叫到校长室，原来昨晚有人报警，称小帅侵犯了小美，但作为当事人的小美却完全不知情。她昨晚明明一直在家，怎么可能被男神侵犯呢？这时她突然想到了阿珍，肯定又是阿珍在背后搞鬼。小美愤怒地打电话给阿珍质问，但更愤怒的阿珍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脆弱的小美隐约觉得有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很快学校打电话来，说小帅被送往了医院，因为他刚从楼梯上重重地摔下来。这让小美立刻想起了童年阿珍的复仇行为，她确定这是阿珍做的，于是她鼓起勇气去找阿珍。阿珍见到小美来了，也不再伪装，她希望小美永远是自己的，不让任何人从她手中抢走小美。小美终于受不了这种被束缚的生活，她坚定地拿出了黑色的稻草人。随着稻草人的消失，阿珍也消失了。正当小美准备庆祝自由时，古女等人却出现在她身边。电影此时迎来了第一个反转，原来严默爱真正想带走的是小美。小美刚解开稻草人的红绳，正要庆祝自己终于解脱，古女和其他人突然出现，他们揭露了一直藏在小美心底的真相。原来小美和阿珍是同一个人，小时候被家教欺负的小美，为了保护自己，因此心生怨恨的她创造出了另一个人格，而这个人格正是心狠手辣的阿珍。随着阿珍人格越来越频繁的出现，这个人格开始试图完全控制小美的身体。但这时小美遇到了小帅，有了小帅的保护，小美就不再需要阿珍这种人格，因此阿珍开始破坏小美的感情生活，甚至折磨小美。因为两个人格共享一个身体，所以小帅误将阿珍当作小美，从而毫无防备地受了重伤。小美这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她所爱的人是被自己推下的，这都是小美脆弱心理作祟。最终她甚至诅咒了自己。到了冥界之河后，阿珍终于如愿以偿，因为她将永远与小美在一起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随着阿珍被送往地狱，电影迎来了第二次反转。原来只有阿珍的人格被送往地狱，小美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她看着胸前的咒印以及镜子中的自己，小美知道她必须勇敢地面对未来的生活。我认为这是《地狱少女》中最温馨的一集，小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，甚至罕见地露出了笑容。是什么使得一向冷酷的她展现出这种情绪呢？故事开始了，小红在帮父亲做家务，她又一次感知到研磨爱的活动。从屏幕上看，研磨爱好像进了一家书店。阿田根据小红的描述找到了那家书店，他在书店里翻找，一本50年前的杂志吸引了他的注意。一个 NPC 立刻提醒他，一个美丽的少女刚也看过这本杂志，杂志中有一篇名为《炼狱少女》的小说，内容和《地狱少女》非常相似，唯一的区别是当时没有网络，而是通过写信来传递怨恨。难道地狱少女这个形象已经存在这么久了？就在阿田一脸困惑的时候，研磨爱突然出现在他旁边，这番场景让困惑的阿田更加困惑。幸好店长及时出现，阿田这才恢复了清醒。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。为了弄清楚真相，阿田找到了这本杂志的主编，从主编那里了解到，这部小说的作者叫北川，他是一个没有成就的画家，《炼狱少女》是他唯一写过的小说。不仅如此，主编还透露了一个重大的秘密，小说中的主人公实际上是北川自己，因为在50年前发生了一起连环杀人案，北川的妻子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。案件发生后，凶手无影无踪，这起案件也就此悬而未决。这和《炼狱少女》的剧情完全一致，所以主编断定北川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小说。知道这些后，阿田又去找了警察局的朋友，他从那里调查了50年前的案件记录。当时警方已经锁定了凶手，就在准备逮捕时，凶手在警方眼皮下神秘消失。面对这些警方资料，阿田再次确认这是和地狱少女有关。在主编的指导下，他前往了北川的住处。为什么研磨爱会流泪？又是什么让他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？时间回到1天前，阿田想要更深入了解地狱少女，找到了北川。不巧这时北川突然生病了，阿田无奈只好留下来照顾他，因此没能和女儿一起过平安夜。北川被救后非常感激，但当阿田提起地狱少女时，他却转过头什么也没说。阿田决心不达目的绝不放弃，决定继续等待。很快夜深了，房间的灯突然熄灭了，阿田从口袋里拿出一支蜡烛，
并点燃了它。这个动作让北川感到好奇，为什么他会随身带着蜡烛？原来这是阿田为女儿小红准备的，因为今天是平安夜。听了这些，北川放下了一些成见，他用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故事。年前的北川一事无成，幸运的是他有一个美丽善良的妻子一直支持他，他总是默默地给他鼓励。但在结婚纪念日那天，他一回到家就被家中的惨景震惊了，他的妻子竟然惨死在家中。此后北川心灰意冷，他知道杀害他妻子的是附近的小混混丧彪，他找到丧彪想报仇，却被丧彪反手一击制服。丧彪还是个大兜子，他把北川狠狠地打倒在地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凶手逃走。北川满身是血，却无力反抗。这时一张报纸飞过来，接着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，报纸上出现了炼狱通信的信息，这信息只有心怀怨恨的人才能看到。北川看着手中的报纸，已经下定决心，他要让丧彪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为了给被杀的妻子报仇，他决定联系炼狱少女。信件投入信箱后，身后突然吹来一阵阴风，炼狱少女很快出现在他面前。北川接过稻草人并拉下红绳，将害死妻子的凶手送入了地狱。听完后，阿田感到非常困惑，他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最终都会选择拉下红绳，自己也要承受下地狱的代价，让他觉得岩母爱才是真正摧毁人生的幕后黑手。但北川却不这么认为，他感激岩母爱帮他报了仇，感谢岩母爱帮他讨回了公道。真正的坏人是那些被送往地狱的凶手，岩母爱让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随着北川的感叹，微弱的烛光终于熄灭了。就在这时，电灯突然恢复了，阿田这才清楚地看到了北川的房间。他对眼前的场景感到震惊，屋子里竟然挂满了岩母爱的画像。听到善良的北川如此理解自己，岩母爱感动极了。同时他也知道北川命不久矣，很快他将被送往地狱，因此岩母爱流下了悲伤的眼泪。北川终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，他来到了冥界之河，他再次见到了岩母爱。岩母爱听后难得地露出了笑容，两人一起平静地向地狱滑去。另一边，阿田还是没能查明真相，回家找到了女儿。看着沉睡的女儿，阿田再次陷入了沉思，为什么女儿总能感应到岩母爱的动态？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？看来自己还需要继续调查。这个女孩为了摆脱一直跟踪她的男人，选择了登录地狱通信网站，她要把跟踪她的人送进地狱。第二天放学后，女孩再次遇到了那个男人，男人还是纠缠不休，却被女孩推倒在地。男人无奈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孩离开。就在这时，阿刘赶到了现场，他是来调查校园跟踪事件的。通过聊天得知，原来这个男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几天前，作为大学教授的他一直严格要求学生，但女孩阿珍经常犯错，并且似乎毫无悔改之意。面对教授的留级处罚，女孩竟然做出了卑鄙的行为。她突然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这一举动让教授完全懵了。她就这样被冠上了强奸犯的名号，结果不仅被学校开除，连家人也开始疏远她。尽管这一切都是阿珍一手造成的，但那位本性善良的教授并未选择报复，他只希望阿珍能出面澄清事实，帮他恢复名誉。阿田得知教授的遭遇后，决定将此事发布在杂志上，这让阿珍非常愤怒。面对同学们的议论，阿珍决定剪断稻草人上的红绳。他坚信这一切都是教授的错。就在这时，门铃突然响了，原来是教授再次来到他家。他仍然希望阿珍能诚实道歉，这样他就不必把事情闹到法庭上。听后，教授感到了释然。见到快下班的妈妈即将回家，心怀恶意的阿珍又开始了新的计划。她慢慢解开了衬衫的扣子，然后直接走到教授面前。这时，女孩终于露出了她真正的面目。原来她从未有过悔改的意思。被激怒的教授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愤怒，他愤怒地将女孩按倒在地，要求女孩为自己的谎言道歉。不料这正是女孩的计谋。这一幕恰好被刚下班回家的她妈妈看见。有了母亲的证词，教授无法辩解，强奸犯的罪名再次落在他头上。见过教授的阿田不这么认为，他坚信教授是清白的，于是开始搜集证据。另一方面，设局成功的阿珍洋洋得意，但他很快也发现了不寻常的事情。不管他去哪里，总有一个小鬼跟着他。虽然阿珍感到困惑，但他并没有太在意。与此同时，阿田也找到了阿珍，他希望从他那里了解整个事件的经过。心虚的阿珍怎么可能会如实告诉他？他拒绝了阿田的采访请求。不久之后，阿珍因为被天天跟踪而忍无可忍，他便将那男孩引到一个偏僻的地方，然后质问他为什么跟踪自己。男孩意识到已被发现，便不再隐瞒，他正是教授的儿子，他希望为自己的父亲伸冤。阿珍面对男孩的指责表现得毫不在意，但他很快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，因为男孩为了帮助父亲，已经联系了地狱少女。当男孩即将解开红绳时，阿珍急忙认错，他首先承诺会向教授道歉，然后趁男孩放松警惕的时候，迅速前去抢夺稻草人。在争抢中，稻草人掉落在地上，同时阿珍的稻草人也掉了出来。两人看到后马上扑向稻草，并同时解开了稻草人上的红绳。两人同时解开了绑在稻草人身上的红绳。这时阿珍露出得意的笑容，因为他动作稍快一些。就在他讽刺男孩准备离开时，
他突然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原来严魔爱只接受了男孩的怨恨。阿珍再次睁开眼时，已在另一个空间。名誉被毁的教授出现在他面前，并且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。让阿珍更加困惑的是，当他推开教授后，眼前的人变成了一个怪异的大叔。阿珍被吓得赶紧逃跑，但被门上的眼睛阻挡了去路。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，陷入绝境的阿珍又被一只手掐住脖子。身后的少女缓缓出现，阿珍终于感受到了绝望，但她仍旧不愿悔改。她冲向门外，希望找到路人求助。阿珍最擅长利用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，所以在这里没有人能被她利用。阿珍被吓得无力坐倒，她一边后退一边感到困惑，为什么自己虽然拉下了红绳，却要受到惩罚？就在此时，严魔爱突然出现在她身后，并揭示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阿珍之前登录的网站是假冒的，那其实是个购物网站，稻草人也是快递送来的。这时阿珍才明白，原来自己就是冤枉者。对于毁人名誉的阿珍，严魔爱不想多说什么。来到了冥界之河，阿珍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。故事的结尾，无辜的教授因为证据不足最终被释放，但这不能证明他的清白，所以他的妻子还是没有原谅他。幸运的是，他的儿子一直在支持他，这让教授感到一些安慰。看到儿子身上的咒印，阿田立刻明白了真相。儿子为了父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看到阿田震惊的表情，男孩却淡然说道：“为什么每个解开红绳的人都不后悔？”看着男孩坚定的回答，阿田深陷思考：难道严魔爱真的那么好吗？医生和护士刚刚还在紧张抢救，下一秒就开始在手术室打情骂俏。他们为何对待生命如此漠然？时间倒退几分钟前，一对母女因车祸被送到医院抢救，但女儿很快就停止了呼吸。实习医生显得有些手足无措，他本想呼叫其他医生来帮忙，却被旁边的小护士拦住了。阿珍强调，紧急抢救失败很常见，而且医生是院长的儿子，所以他不会受到任何处分。听后，医生就这样理所当然地放弃了抢救。殊不知，这一切都被一位女士听到了。情况稍有好转的女士来到医院，她要为自己的女儿讨回公道。她斥责这里的医生草菅人命。说完，她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黑色稻草人。医院方面见状，连忙后退，因为地狱少女的传言已众所周知。正当她要解开稻草人上的红绳时，她的丈夫突然出现并叫停了她。这时，她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，似乎瞬间忘记了此行目的。知道女人在医院大闹的经过后，医生非常紧张，但他的女友阿珍看似不在乎。他认为女人患有严重的失忆症，所以认为这件事很快就会被忘记。但手中的稻草人还是需要处理，否则随时可能直接升天。于是阿珍作为志愿者来到了那位女士的家，她趁对方不注意四处寻找稻草人，但怎么也找不到。这时她注意到了女士的钱包，遵循不空手而归的原则，她偷走了里面的彩票。在另一个房间里，失忆的女士已完全忘记了稻草人，因此严魔爱只好让情况暂时恢复原状。没想到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，女士看到严魔爱后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上前紧紧抱住了她。原来她误将严魔爱当做了已去世的女儿。温暖的拥抱让严魔爱感动，随后女士将严魔爱介绍给阿珍。阿珍知道她的女儿已经去世，因此认为严魔爱和她志同道合，那就是趁女士失忆期间赢得她的信任，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严魔爱对无耻的阿珍不予理会，而是直接去厨房帮忙，因为那个温暖的拥抱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伊木莲觉得严魔爱和委托人太亲近了，谷女却揭露了严魔爱的心酸。小爱感受到了久违的家庭温暖，她多么渴望这种温暖。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，随着女士的丈夫下班回家，女士也把女儿的事告诉了丈夫。尽管丈夫知道妻子是病人，没有过多责怪，但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，她知道那并不是自己的女儿。于是女士开始翻看过去的日记，不禁回想起女儿已经去世，还想起了地狱通信网站。知道真相后，她并没有责怪小爱，反而更加感激，因为这段时间得到了小爱的照顾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女士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深知死去的女儿不能复活。看着眼前的小爱，女士提出了一个请求，她希望小爱能穿上女儿的衣服，让她最后一次感受女儿的存在。面对这份真挚的母爱，严魔爱的眼中也泛起了泪水。或许在那一刻，她已经将那个女人视为自己的亲人了。阿珍再次潜入那女人的家里，这次她终于找到了稻草人，但很快就被女人发现了。阿珍试图解释说自己是在打扫卫生，但女人虽然记性不好，却并不傻。既然事情败露，阿珍也就不再伪装，她一把抢过女人的日记本，那本记载着女人所有记忆的日记本，然后当着女人的面将其撕毁。女人非常痛苦，因为没有了日记，患有失忆症的她无法再回忆起过去。接着阿珍把女人推倒在地，然后带着稻草人和日记本离开。任务完成后，阿珍感到非常高兴，她扔掉了日记本，为了避免留下后患，她决定一同扔掉稻草人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只手拦住了她，阿珍气急败坏，她掏出了匕首，但下一秒匕首被夺走，阿珍吓得脸色苍白，临走时还不忘叫嚣。严魔爱把稻草人还给了女人，并帮助恢复了女人部分记忆。在严魔爱的帮助下，女人回忆起了地狱通信网站，回想起了稻草人的使用方法，回忆起这一切都是为了惩罚阿珍。
如果不是阿珍无视他人生命，也许他的女儿就不会死。想到这里，女人终于下定了决心，她毫不犹豫地解开了稻草人上的红绳。另一边，阿珍正在和男友讨论婚事，幻想着成为院长夫人的那一天。但她很快发现情况不对，阿珍被突然带到另一个空间。原来男友是一幕帘变化的，他把阿珍带到了马路中央，让阿珍体验被无视生命的感受。随着一辆救护车飞驰而过，阿珍被撞倒在地，司机下车来查看。两人的对话让阿珍感到绝望，但她仍不认为自己有错。这时严默爱再次出现，阿珍问他到底是谁，但严默爱没有理会他的问题。在前往地狱的路上，阿珍终于明白了严默爱的真实身份。面对眼前的地狱少女，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逃脱，等待她的是无尽的痛苦。故事的结尾，女人失去了所有的记忆，但这或许是件好事。与其记住满是悲伤的事，不如全部忘掉，至少这样她可以不痛苦的生活。这一集是地狱少女中让严默爱感到最为纠结的，是什么让她打破了规则，把被诅咒的人重新送回人间呢？故事又开始了。一个叫若月的鸡叫组织近年来逐渐壮大，他们不断欺压商家，通过金融赔偿获得巨额利润。但由于首领丧彪有黑社会背景，所以商家们都敢怒不敢言。警察局长在退休前想要彻底清除这些害群之马，他找来了阿刘帮忙，希望阿田能协助调查这件事。阿田没有让警察局长失望，但很快就被丧彪的手下发现。面对丧彪，阿田毫不畏惧。当丧彪看到小红的照片时，阿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他恳求对方放过自己的女儿。话音未落就遭到了殴打。不仅如此，丧彪还拿出玩具枪，想要彻底结束阿田的生命。就在危急时刻，丧彪突然被带到了另一个空间，伊木莲和他开始了友好的游戏。紧接着，吓坏的丧彪看到了更恐怖的场景。就这样，丧彪被严默爱带走了。看着眼前人突然消失，阿田知道一定是严默爱救了他。果然，严默爱很快出现在他面前。阿田询问丧彪是否被带到地狱，这时严默爱却说了一句奇怪的话。说完，严默爱就走了，留下困惑不已的阿田继续困惑。木莲知道严默爱想要救阿田，于是变成了僵尸的模样，放走了阿田。在被严默爱救出之后，原本否认严默爱价值的阿田开始有了新的看法，他决定不再追查严默爱。丧彪消失后，若月基金也就崩溃了。他突然收到小红的短信，看到短信的内容时，却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。女儿被绑架，下落不明。阿田找到警察局长求助，这时他想起丧彪消失前的那些话。阿田相信这是若月集团余党的所为，局长却让他先冷静，并安慰他警察会全力搜查，一定能找到小红。听后啊，田更加生气，因为5年前妻子也是神秘失踪，当时局长也是这么说的，但至今仍无任何线索。局长只好推诿，猜测可能是妻子带走了小红，像自己生命中的女儿被绑架一样。阿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无头绪地来到了咖啡店。阿田离开时，店长的眼神复杂。阿田在街上彷徨无助，这时严默爱突然出现在他身边，他没说什么就把阿田带到了另一个空间。看着地上的资料，阿田终于明白了真相，原来真的有人因他而死，并且对他怀恨在心。但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正想继续问严默爱，小爱突然又一次消失了。回到家后，阿田怎么也想不起来。这时他又收到了一条信息，歹徒称明天日落时会害死小红。看到这条信息后，阿田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，于是他不得不想到了地狱通信。他迅速登录了那个网站，并且见到了严默爱。调查严默爱这么久，他自然明白了游戏的规则。游戏规则他已经熟悉了。阿田向严默爱索要稻草人，但严默爱先让他看了5年前的视频。原来他的妻子并未被绑架，而是被严默爱带到了地狱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的怨恨。一旦地狱少女接受委托，即使是无辜的人也难以幸免。但严默爱不希望历史重演，他递给阿田一个稻草人。第二天，局长又来找阿田，递给他一份5年前的报告。这是一篇诬陷某公司社长的报道。让阿田震惊的是，这篇报道竟是自己发表的。被诬陷的社长最终绝望之下，杀害了自己的妻女后自杀。这个人正是严默爱之前展示的那个人。面对困惑的阿田，局长继续解释，给阿田栽赃的人是他的挚友主编。阿田愤怒地找到主编，并猛地打了对方一拳。阿田不明白主编为何要陷害他，自知理亏的主编没有多说，原因无非是担心被报复，加上他一直觉得阿田碍眼，便把罪名栽到阿田头上。女孩被关在一个幽暗的房间，她无法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这时严默爱突然出现，原本以为看到希望的小红，却突然感到更加绝望，因为严默爱告诉了他接下来的事。严默爱告诉小红，绑架他的正是平时如父如女的店长。但为什么店长会这么做呢？知道真相的阿田也联系了店长，无论阿田如何解释，店长都不相信他。他为了给自杀的哥哥报仇，忍耐了6年，目的是为了接近阿田，赢得阿田的信任。虽然与小红相处的像亲人，但想到哥哥，他始终无法释怀。挂断电话后，阿田突然穿越到另一个空间，在那里他见到了严默爱。原来早在昨天，店长已经对阿田施加了诅咒，并解开了红绳。现在严默爱准备带阿田前往地狱。
但善良的小爱知道阿田是无辜的，最终他决定让阿田返回人间。急于救女的他立刻找到了店长，但到达时一切似乎都太晚了。店长把所有的错都归咎于阿田，为什么始作俑者还未受到惩罚？就在两人激烈争执时，岩魔爱再次现身，他播放了所有事情的真相，播放了丧彪和主编谋害的对话，以及阿田得知真相后打主编的场景。主编面无表情地承认了罪行，店长这才明白自己错怪了好人，他内心彻底崩溃，忍耐了这么久，最终报了仇，自己简直像个傻子。阿田感受到了店长的悔意和自责，他不想让怨恨继续，于是把稻草人还给了岩魔爱。但就在这时，店长突然抢过稻草人，深知自己是怨恨的源头，他决定彻底结束这一切。店长再次解开红绳，这次他把自己送往了地狱。随着店长和岩魔爱消失，小红也睁开了眼睛，原来店长并未伤害小红，正如之前所说，他已将小红视为亲人，但因为最后解开的是阿田的稻草，所以阿田也得到了咒印。到达冥界之河后的店长感到很轻松，因为他终于放下了仇恨，原本的仇恨消失了，新的仇恨又将产生，因此岩魔爱的任务永无止境。随着岩魔爱和古女一行人再次出发，这一季的地狱少女也宣告结束。